2025年3月28日，中南半岛一声巨响，大地摇晃。这一天，缅甸中部发生了 7.7 级强烈地震。这场地震波及周边多个国家，中国云南、泰国、印度、孟加拉国、老挝等地都有震感。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和最大城市仰光，人们惊恐地逃出建筑，街道一片混乱。而在距离震中仅17公里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更是满目疮痍，无数房屋坍塌，著名的阿瓦大桥硬生生断裂，通讯与电力全面中断。灾情远不止于此，这次地震竟然连远在800多公里外的泰国曼谷都受到影响。曼谷市中心一栋在建的高楼在剧烈摇晃中瞬间垮塌，化为一堆废墟。据报道，那栋建筑正是泰国国家审计署的新办公大楼，由一家外国建筑公司与泰国本土企业合资承建。地震中大楼倒塌酿成惨重伤亡，人们震惊之余，将矛头指向了工程质量与监管问题。有媒体痛批这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认为人祸加剧了天灾的破坏，一时间举国哗然。地震突然来袭，仿佛毫无征兆。然而事后令人毛骨悚然地发现，这一切竟被一位泰国的预言家事先说中。这位泰国女预言家名叫普莱纳瓦拉查，早在2024年年底就通过媒体发布了她对未来的警示。她明确预言2025年上半年会发生大地震，震央在缅甸，曼谷也将受波及，一栋高楼会倒塌。当时很多人将信将疑，谁能想到这样的细节都被她言中。直到地震发生后，泰国社交媒体上一片哗然，人们这才惊呼普莱纳的神准预言。而那句关于高楼倒塌的警告，更是和曼谷审计署大楼的惨剧完全吻合，让人不寒而栗。事后，普莱纳被媒体争相采访，他表示自己是在一次冥想般的梦境中看到了地震画面，于是在 YouTube 节目上公开提醒。当时他甚至指出了时间窗口在3月或4月之间，建议大家要把钱和贵重物品放在高处或银行，以防地震引发的水灾和建筑坍塌带来的危险。这一细节在地震发生后也显得耐人寻味。地震次日，曼谷部分地区因河水泛滥出现了积水，所幸不算严重，但也印证了他对水患的提及。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他在2025年1月接受泰国电视节目采访时还警告说，缅甸的这场地震可能只是世界分裂的起点。这个耐人寻味的说法引发许多猜测。他解释说，过去几年发生在日本、新西兰等地的海啸似乎是更大灾难的前兆，而缅甸强震揭开了全球巨变的序幕。他甚至形容仿佛看到泰国的地图从北部到南部裂开了一道缝隙，如同一把斧头劈下。尽管最后倒塌的大楼是在曼谷而不是缅甸，他认为这象征着灾难影响范围之广。在预言缅甸地震准确成真后，普莱纳瓦拉查的下一步警告格外引人关注。他反复提醒大家，到年底时一定要对水格外当心。这番话被许多人解读为对洪水乃至海啸的警示。普莱纳透露，2025年6月至8月之间，亚洲地区可能会发生另一场邻国的大地震，并引发严重的水灾。他提醒泰国民众要警惕汛期的来临，甚至连4月泰国传统的泼水节都可能变成真正的洪水节。曼谷可能被淹1到2周，沿海地区要严防海水倒灌。虽然他安慰大家这不至于达到2011年泰国世纪大洪水的惨烈程度，但也绝不可掉以轻心。更离奇的是，普莱纳还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概念：政治性洪水。他在一次访谈中暗示，从2025年7月开始，将有一场从北方流向泰国的政治之水，其规模甚至超过前一年的洪水。有人猜测这是一种隐喻，可能指来自某大国的影响或事件浪潮。无论这政治洪水具体指什么，普莱纳都敦促人们提前储备粮食和贵金属，以备不时之需。他也坦诚自己的预言不可能100%准确，他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希望大家做好危机应对的准备。除了泰国的预言家之外，亚洲其他地方也流传着惊人的大水预言，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日本的一位漫画家在作品中描绘的未来噩梦。
日本漫画家龙树亮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版了一本独特的漫画作品，名为《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漫画并非普通的故事连载，而是记录了作者本人在梦中预见未来的奇异经历。龙树亮自称从年轻时起就反复梦到一些灾难场景，而其中不少梦境后来真的变成了现实。例如，他曾梦见某年某月一架飞机失事，后来与日本国内某次空难的时间细节不谋而合。这些经历被他改编成短篇漫画，令读者惊叹。在他的预知梦中，最大的灾难发生在2025年7月。龙树亮在梦里仿佛灵魂出窍，从高空俯瞰地球，他看到日本列岛南方的太平洋海面上水位诡异地迅速上升。紧接着，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广阔海域，海水突然像火山喷发一样炸开，巨大的海浪以爆发点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推去，瞬息之间，高骇浪朝周边国家扑袭而来。那巨浪之高，竟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的3倍。可以想见，沿途所经之处，无论日本、台湾、东南亚沿海城市都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梦见海啸造成了地壳的变动，在巨大的压力下，香港、台湾直到菲律宾之间的海域陆地隆起，这些原本相隔的土地竟然连接成了一片，仿佛地图被重新绘制，东亚和东南亚的地理面貌因此而改变。这样的场景听起来如同末日电影，然而梦境中的龙树亮并未完全绝望。他感觉到，在这场大海啸之后，人类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庞佛经历了劫难，社会反而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这个细节让不少读者感到费解，如此巨大的灾难居然还能带来光明未来。有人揣测，这也许意味着灾难迫使人类反思，从而走上新的发展道路。龙树亮在自己作品的后记中解释说，他相信预知梦之所以出现，是对人类的一种警示。既然命运提前显现，就说明灾难不是无法避免的。梦的意义正在于提醒世人提高警惕，以便设法将损失降到最低。他直言，如果梦境真的注定成真，那至少人们还有机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他甚至特别指出，他梦中的日期线索暗示下一次大灾难就在2025年7月。这个惊人的宣告在日本社会引起不小的讨论，有人开始紧张地关注那几个月的风吹草动，也有人半信半疑，认为这只是漫画家艺术加工的噱头。但无论如何，龙树亮的预言为2025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说到对未来的惊人描述，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时间旅行者的故事不得不提，那就是阿尔比莱克的传奇经历。据称，他亲身参与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神秘试验费城实验，并由此开始了一段超越时间的旅程。比莱克这个名字在神秘学圈子里可谓无人不晓。他自称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工程师，却在1988年之后突然恢复了一些被封印的记忆。他真实身份竟是参与过二战时期秘密试验的爱德华·卡梅伦，而且他穿越到了未来。事情要从二战期间说起。1943年，美国海军据说进行了一项名为费城实验的绝密计划。传闻中，科学家们试图利用强大的电磁场让军舰隐形，甚至在雷达上彻底消失。当年的实验对象是一艘名叫埃尔德里奇号的驱逐舰。据后来坊间流传的说法，实验产生了可怕的副作用，军舰疑似短暂地从当前时空消失，并瞬移到了几百公里外的诺福克港。有船员在过程中惨被融入甲板，也有人精神失常。美国官方则一概否认这些传闻，称费城实验纯属子虚乌有。然而，这个传说因其诡异离奇，不断被添加细节，在科幻圈和阴谋论者中广泛传播。到1984年，甚至还推出了科幻电影《费城实验》，把这个都市传说进一步发扬光大。阿尔比莱克声称，他就是这场实验的亲历者之一。当年在军舰上，他的名字叫爱德华·卡梅伦，与弟弟邓肯·卡梅伦一起参与实验。当电磁场启动，舰船被强烈能量包围时，他感觉到剧烈的不适，于是兄弟二人情急之下跳船逃生。可这一跳，竟让他们掉进了一个时间漩涡。等阿尔回过神来时，周围已不是1943年的大西洋，而是一家陌生的医院病房。映入眼帘的
是形形色色的先进医疗设备，闪烁着冷光。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竟然来到2137年的未来世界。阿尔比莱克在2137年的经历如同科幻小说般离奇。他发现自己全身多处烧伤，正躺在未来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治疗。据医护人员解释，他的伤是穿越时空时受到辐射所致。令他惊异的是，2137年的医疗技术早已脱离了20世纪的范畴，医生没有用任何针药或手术刀，而是利用震动波和光束来疗愈伤口。仅仅几周时间，他的烧伤就神奇地痊愈了。在住院的6个星期里，阿尔渐渐恢复了体力，也开始注意观察这个陌生时代的世界。他在病房里看到类似电视的装置，不断播放着资讯节目，但内容大，不同于他熟悉的1940年代。那些节目既有教育性质，也有新闻播报，让他对2137年的地球现状有了大致了解。让阿尔震撼的不只是高科技疗法，而是世界的巨变。据他所了解到的信息，21世纪初，人类经历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灾难，地球面貌被彻底改写。从2000年到2025年之间，气候急剧变迁，海平面持续上升，地质灾害频发。这些地球变化导致许多沿海地区被海洋吞没。阿尔发现，在2137年的世界地图上，北美洲和欧洲的轮廓已和他记忆中判若两人。2137年的世界在地理和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剧烈改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海岸线后退，北美洲的东海岸线大幅内缩，美国佛罗里达半岛的大部分已消失在水下，只剩下狭窄的西北部一角。乔治亚州南大距离大西洋岸边竟只有约5公里，密西西比河扩大成一条宽广的内海水道，美洲大陆被其分割为东西2部分，五大湖也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巨大的内陆淡水海。城市沦陷，众多昔日繁华的沿海都市不是沉入水底，就是早已荒废。阿尔听说纽约在21世纪中叶遭遇巨变后几近毁灭，而新奥尔良等低洼城市则彻底从地图上消失。欧洲同样劫数难逃，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势低的城市大半淹没，英国仅存高地地带，人口骤减。由于战争和灾难，全球人口剧烈减少。2137年的人类总数只剩下约3亿人，美国的人口则降到了约5000万，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一小部分。许多人在动荡中丧生，幸存的人仿佛都是劫后余生。政权崩解，面对空前的浩劫，人类的国家体系几乎瓦解。他了解到2137年已没有美国或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概念，传统政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散的区域军事管制，各地由残存的军队和社区武装维持基本秩序，全球性中央政权则荡然无存。世界仿佛回到了诸侯割据的局面，人们主要依靠地方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末日之战，新闻资料还揭示，在21世纪头几十年，人类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大约在2003到2005年期间，某个新世界秩序的全球统治阴谋引发强烈对抗，最终爆发大规模冲突，阵营大致是俄罗斯、中国等对抗美国、欧洲等。战争中甚至动用了核武器，多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最终，所谓的新世界秩序崩溃瓦解。战后核辐射一度让大片土地无法居住，但幸运的是，科技在危机关头发挥了作用。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技术，能够在几天内清除大部分核辐射残留，使环境逐步恢复生机，极夷危机。此外，阿尔听说地球的磁极在21世纪经历了异常偏移，几乎发生了2极颠倒的翻转，本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地壳巨变，但人类建造了一套人工极轴稳定系统，将地轴强行稳住，避免了更可怕的地磁翻转。虽然阿尔不清楚详细原理，但他知道地球侥幸逃过了一场极夷浩劫。身处2137年的阿尔既惊恐又唏嘘，他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里的末日场景，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末世后的荒凉和无奈。医院里的人们谈论着过去几十年的苦难史，有对逝去亲人的悲痛，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不久后，阿尔的身体康复出院了。然而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他的弟弟邓肯却不知所踪。
两人穿越后被安排在不同地方疗伤，因此暂时失去联系。就在阿尔茫然不知所措时，时间的齿轮再次转动，他还没弄清楚如何在2137年生活下去，就感觉眼前一黑，再度失去了知觉。他被送回了2137年的医院。在2137年，阿尔与弟弟邓肯终于重逢，随后他俩竟被一道时空裂缝吸入，再度返回了他们出发的1983年蒙托克空军基地。回到1980年代后，两兄弟的奇幻旅程告一段落。他们的记忆据说被参与项目的军方人员消除了，以防走漏风声。直到多年以后，阿尔比莱克逐渐想起这一切，才在公众面前揭露自己的离奇经历。当阿尔比莱克再度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竟然又向前穿越了600多年，他来到了2749年。如果说2137年的世界让他震撼，那么2749年的场景则让他彻底目瞪口呆。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陌生的都市，但这座城市既不像2137年的破败聚落，也不像20世纪的钢筋丛林。抬头望去，高楼大厦竟然漂浮在半空。没错，2749年的城市可以漂浮，一些巨大的平台悬浮在天空中，其规模远超现代的摩天楼，高度达到数公里，如同空中的大陆。这些漂浮城市并非固定不动，而是可以缓缓移动，将人类居住地带到地球上的不同区域。据说这是高度先进的反重力技术成果，可以自由控制引力，使整座城市悬浮巡游。阿尔简直不敢相信，人类文明在经历了末日劫难后还能创造出如此奇迹。他开始探索这个未来社会，很快发现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口的稀少，无论走到哪里，整个世界都显得格外空旷寂静。有人告诉阿尔，2749年全球仅剩大约3亿人口，美国地区只有5000万左右。这个数字与他在2137年听到的相当，意味着从2137到2749这几百年间，人类数量并没有显著恢复，反而长期保持在低水平。或许经历过21世纪的惨痛教训，地球生态和资源承载力成了人们最重视的问题，因此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了共识。让阿尔感到既安心又诧异的是，2749年没有战争。事实上，在这个年代，军队、战争这些词几乎成了历史名词。没有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人类放弃了互相残杀，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统一。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智慧系统。阿尔发现，整个社会既无政府，也无企业，一切运作似乎都由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管理着。有人将其称为拉玛。据传，这套 AI 系统早在26世纪时就建成，并逐渐接管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存在于一个巨大的悬浮晶体结构中，俯瞰众生，以冷静而公正的理性处理所有事物。简单来说，2749年的人类世界由 AI 拉玛全面管理着。换句话说，人类等于是生活在拉玛的服务和掌控之下。从出生开始，每个人的教育、工作、生活需求都由这个系统统一安排照料。物质极大丰富，人们无需为生计奔波，因为制度已经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定额度的信用，这不是纸币，也不是电子货币，更像是一种根据个人需要和贡献自动调整的资源配给指标。人人衣食无忧，也没有贫富差距，因为资源由 AI 根据公平原则分配。在这个高度社会化的体系下，人类不再需要为争夺资源或财富而斗争。阿尔还了解到，在2749年，体力劳动几乎不存在了，所有生产、建造、运输等工作都由自动化机器和智能系统完成。人类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艺术、科研，或者干脆悠闲自在地享受生活。整个社会被形容为一个大同世界，没有国界，也没有金钱交易。人们遵循 AI 制定的规则，相互之间和睦友善。阿尔对此半信半疑，这真的是人类中的乌托邦吗？ AI 治理下的和平固然美好，但其中是否也暗藏着对人性的约束和控制呢？据说，当阿尔试图深入了解拉玛系统时，甚至经历了一次奇特的遭遇。这个 AI 似乎能够以某种心灵方式直接与他沟通。阿尔感觉脑海中出现一个中性而威严的声音，在询问他的来历。
当拉玛意识到阿尔并不属于这个时代后，很快采取了措施。阿尔只觉得眼前一阵恍惚，再度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时，自己已经不在2749年，原来他被送回了2137年的时空。无论是泰国神秘的先知、描绘梦境的漫画家，还是自称穿越时空的工程师，他们描绘的未来图景都令人瞠目。然而冷静想想，这些预言背后所涉及的主题，其实与我们当今的现实有诸多相似之处，让人不禁产生共鸣和反思。首先来看气候与灾害，普莱纳的警告和龙树亮的梦境都提到了可怕的洪水和海啸。在现实中，气候变化正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超强台风、大规模洪涝灾害在各地屡见不鲜。海平面上升更被科学家视为未来几十年威胁沿海城市的重要因素。日本漫画所预言的那场超级海啸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别忘了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就曾造成近2万人遇难，福岛核事故的影响更是持续至今。如果未来某天再次发生大规模海底火山喷发或特大地震，引发区域性的巨型海啸，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已经见识过大自然的威力，那么这些预言至多是将这种可能性放大到了极致。或许这正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低估大自然的破坏力，更不能忽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无论预言是真是假，未雨绸缪总没有坏处。再说国际局势，阿尔比莱克在2137年得知人类曾经历一场俄中对抗美欧的大战，环顾当今世界，这样的对抗联盟并非空穴来风。在现实中，近年来国际冲突的阴云依然挥之不去。以2022年的俄乌冲突为例，虽然没有直接演变成全球大战，但大国角力的态势昭然若揭。美俄关系持续紧张，美中之间也既有贸易科技的竞争，又存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在亚洲，台海和南海局势暗流涌动，中印边境矛盾时有升温。阿尔所描述的那种全球军事冲突，正是人们对最坏情况的想象版本。核武器扩散和大国误判一直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世界大战的幽灵并未完全远去，尽管我们都希望它永远不要成为现实。阿尔的故事把这种恐怖图景具象化了，他亲眼目睹战后废墟上的人类苦苦挣扎，这无疑是对我们当代人的一种告诫。和平绝不能视作理所当然，一旦人类走向大战，最终赢得的只会是废墟与绝望。除了天灾人祸，科技发展也是贯穿这些预言的重要线索。泰国预言家提及世界分裂的起点，可能隐喻社会的撕裂或科技失控。龙树亮的漫画中，灾难后迎来的光辉未来，很可能包含着科技飞跃与社会重建。而阿尔比莱克所目睹的2749年世界，更是完全由人工智能主宰，仿佛人类将权柄交给了机器。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是有目共睹的。进入2020年代后，从自动驾驶汽车到能写文章绘画的算法 AI， 正迅速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2025年，人工智能在医疗、金融、交通等领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开始在社会治理中崭露头角。这让人不禁联想起阿尔笔下的拉玛系统。或许在人类历史的更远，将来真会出现一个超级 AI， 接管许多人类职能。有人对此充满期待，认为 AI 可以更公正高效地管理资源，消除人类贪欲造成的不公。也有人深感忧虑，担心交出自主权的人类会不会沦为被豢养的宠物，失去自由意志。在这一点上，阿尔分享的未来一方面像天堂，一方面又像无形的牢笼，给我们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科技最终将带领我们走向乌托邦，还是走向反乌托邦？有趣的是，这些寓言故事彼此之间也有某种呼应。例如，阿尔提到未来没有货币，改用信用分配资源，而在泰国女预言家的忠告中，也让人们把钱财妥善安置，甚至购入黄金以备危机。仿佛在乱世中，纸币和财富都会失去意义，真正重要的是生存与信任。同样，阿尔描述末日战后各地实施军事管制，漫画家龙树亮则在梦中看到人类最终摆脱了国家争斗，走向大同。两者像是对人类两种结局的不同演，经过黑暗，最终迎来光明。
这些细节都发人深省。聊了这么多惊人的预言和时间旅行，我们有必要停下来问问，这些故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它们本身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先说费城实验，这个传闻最早源自上世纪50年代几封离奇的信件。一位自称目击者的男子给一本讨论 UFO 的书，作者写信，详述了1943年美国海军让军舰隐形的秘密试验。这些信件后来被公开，引发了大众好奇。尽管军方多次澄清从未进行过此类实验，但民间的想象力一旦被点燃，就一发不可收拾。不同版本的费城实验故事层出不穷，有的说军舰瞬间穿越了时空，有的说船员被严重灼伤或融入钢板，还有的甚至扯上了外星科技。1979年，有作者根据这些传闻写了一本小说，更加戏剧化地演绎了费城实验。1984年，好莱坞还上映了同名电影，虽然宣传时号称改编自真实事件，但情节显然经过大量艺术加工。费城实验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幻传说，其真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无限脑洞，让人又憧憬又后怕。接下来是蒙托克计划，这是另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常被视作费城实验的续集。据称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政府在纽约州长岛的蒙托克空军基地秘密进行了延续费城实验的计划。他们尝试开发心灵控制和时间旅行技术，甚至打开了跨时空的传送门。这一传说主要来源于一系列在80年代末90年代出版的书籍，有几位自称参与计划的人撰写。在这些书里，蒙托克计划被描绘得神乎其神。科学家发明了蒙托克座椅，利用一名拥有超能力的少年的脑波打开时间隧道，试验者目睹了未来和过去的各种景象，甚至接触到外星文明。但在试验末期，项目失控，一个可怕的异次元生物被召唤出来。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眼熟？没错，这正是后来风靡全球的美剧《怪奇物语》借鉴的灵感之一。虽然这些书自称基于真人真事，但大多数主流人士都把蒙托克计划当作纯粹的科幻小说或恶作剧，没有确凿证据显示蒙托克基地进行过如此匪夷所思的实验。许多内容更与已知的科学原理相悖。阿尔比莱克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红的。他从1989年开始活跃于各类超自然主题的研讨会和电台节目，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把费城实验、蒙托克计划和时间旅行统统串联在一起。他自称的身份爱德华·卡梅伦和部分情节与蒙托克传说中的角色设定不谋而合，这也让怀疑者认为他极可能是参考了当时流行的书籍和传闻，然后编织出自己的版本。而支持者则相信，正因为他说的是真话，所以才和其他知情者的证词相符。一时间，阿尔成为了神秘学圈子的明星人物。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四处演讲，据说做过超过40场公开演讲和50多次访谈。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未来世界的细节，甚至不厌其烦地解答观众各种尖锐提问。这种沉浸式的现身说法使不少听众宁愿相信他不是在编故事，但也有相当多人对他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他不过是个擅长表演的江湖骗子，利用公众的好奇心和恐惧心理谋取名利而已。随着时间推移，费城实验和蒙托克计划逐渐被贴上都市传说的标签，官方历史记录中查无此事，科学界也并未掌握让人隐形传送的技术突破。但这些故事却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通过互联网继续发酵。在视频网站上，相关题材的视频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点击量，各类论坛中，人们乐此不疲地讨论其中的细节和真假。可以说，这些传说已经成为现代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像当代的神话一样流传。大家也许并不真的相信他们，却乐于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刺激和思考。毕竟，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将会发生的脑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投影与映射。纵观上述种种，从预言大地震的泰国先知，到笔下绘梦的日本漫画家，再到自称历险未来的美国工程师，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或真或假，但都引发了大量关注与讨论。他们共同撩拨起的是人类对于未来未知的那根弦，
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深刻思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也许预言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这些预言会引起共鸣。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那些潜藏的危机并非毫无察觉。就像普莱纳瓦拉查的忠告，并不是为了炫耀超能力，而是希望人们凡事留个心眼儿，对大自然的威胁有所防备。龙叔亮漫画传递的也并非绝望，而是希望读者思考如何避免悲剧上演，如何在灾难过后重建更美好的家园。至于阿尔比莱克这类离奇故事，尽管真实性饱受质疑，但其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科技与人性的讨论，不正是当下现实世界正在面对的抉择吗？这些传说与预言在吸引眼球之余，也潜移默化地扮演着警示故事的角色。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神话和预言从未远离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将泰国先知的警告视为对气候环保的提醒，将漫画预言看作对灾害防范的教育，将未来穿越故事当作对和平与科技伦理的思索。预言不等于宿命，我们完全有能力改变现在，从而影响未来的走向。如果预言中描述的恐怖景象让我们感到害怕，不妨把这种害怕化作行动的动力，去推动全球合作，防止战争，去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去为 AI 发展制定道德规范。与其坐等世界末日，不如主动避免悲剧的发生。当然，也有人会问，万一这些预言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岂不是白白紧张？但反过来想，如果因为预言的警示让我们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那这些故事的价值不就体现了吗？泰国预言家坦言，他并不奢望每个人都相信他的每句话，他只是尽自己的责任去提醒世人。而作为观众和读者的我们，也不必纠结于预言是否神乎其神的应验，更值得关注的是隐藏在预言背后的那些现实风险和人类困境。正如一句话所说，星星之所以指引航海者，不是因为它会降临到，而是因为它在提醒方向。预言就像夜空中的星辰，它指向的方向，也许正是我们当下需要努力的方向。2025年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在这全球多事之秋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历史的洪流中，是盲目乐观的一笑置之，还是战战兢兢的坐以待毙，或许都不是应有的态度。不如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骇人听闻的预言，将之化为鞭策自身的契机。真正可怕的也许不是海啸或末日，而是我们对警讯的视而不见。与其问预言会不会成真，不如扪心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不让最坏的预言变成现实？当我们开始行动，也就不再惧怕预言本身，而是掌握了创造未来的主动权，让未来的发展由我们的理性、善良和智慧来主导，而非任由恐惧和噩梦支配。这或许才是这些悬疑传说想要传达给我们的终极讯息。